此时此刻，几千公里外的尼日利亚，右军都督府的大都督吴叔同正在向参将袁承泽抱怨。在四下无人的高塔之上，他烦闷地说道：“这么一天天干等下去，不知道哪天才是个头。万一那个人早就识破了这是个陷阱，那岂不是永远都等不到他？”袁承泽低声道：“大都督，当初您来尼日利亚，主要是三大长老来咱们右军都督府的地盘，咱们不好怠慢。但是现在三大长老留在此地，还可以闭关修炼，也无需咱们亲自侍奉。眼下留咱们在这里，反而耽误了不少正事。大换血再有2天就要开始启动了，可这个驻地这次又在大换血的名单之外，咱们留在这里还真是什么做用都起不到，不如奏请英主，让咱们先回那不勒斯。”吴叔同沉默片刻，感叹道：“我也想回去，但是这种话我肯定不能去跟英主说，英主一定会认为我只是单纯想离开尼日利亚而已。毕竟需要大换血的是除了这里之外的所有死士驻地，又不包括都督府。我留在这里和我回都督府都是远程管控，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袁承泽听闻此话，立刻90度鞠躬，惭愧地说道：“属下考虑不周，还请大都督降罪。”吴叔同摆摆手，有些烦闷地说道：“也不知这样待下去何时是个头。”说完，他又不禁感慨道：“不过想来，这也是我右军都督府的好机会。眼下那神秘人，或者说那个神秘的组织，已经成了英主的心腹大患。若是能在这里毕其功于一役，便是大功一件。就算咱们右军都督府只是在里面帮了点小忙，多少也是有一些功劳在里面的。”袁承泽立刻点头说道：“大都督所言甚是，只要英主的心腹大患是在咱们右军都督府的地盘上被拿下了，咱们多多少少都有几分功劳。”说着，袁承泽赶忙又一脸殷勤地说道：“大都督，您别忘了，咱们右军都督府还有宋如玉、宋千世这个天才呢，他的修炼速度可是连英主他老人家都赞不绝口的。宋如玉和宋家都是您一手培养扶持，这份功劳可是实打实的在您身上。英主他老人家明年不是要过来巡视吗？到时候见了宋千世，必然心情大好，届时一定会奖赏您。”吴叔同听闻这话，轻轻点了点头，眉头也跟着舒展开了不少。在他看来，宋如玉就是上天送他的一个宝藏，20多岁就能靠自己悟道，这种天才简直闻所未闻，就连那已经陨落的4大伯爵也无一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别说4大伯爵，就算是3大长老也不行，3大长老也没谁是在20多岁自行悟道的。如果要算天赋，宋如玉绝对在他3人之上。吴叔同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英主吴飞燕能够将宋如玉带到他身边培养，那样的话，宋如玉假以时日，必然将成为吴飞燕的心腹大将，说不定将来的4大伯爵要以宋如玉为首。可以说，宋如玉的前途一片光明，甚至光明到有些夺目。一旦宋如玉一飞冲天，自己作为宋家的宗主，必然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他身上捞到不少好处。毕竟宋如玉的族人还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宋如玉若是想让他的族人过得好一些，也必然要对自己毕恭毕敬。别看吴叔同是吴家人，是封疆大吏，但在吴飞燕面前，他依旧没有什么安全感。若是宋如玉能在吴飞燕身边飞黄腾达，那他也就算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了。也正因为如此，吴叔同这2年对宋如玉非常照顾，不但封他做了千世，给他各种历练的机会，还对他的家人照顾有加。吴叔同甚至已经决定要将宋如玉那个小他3岁、同父异母的妹妹许配给自己尚未婚配的小儿子，好借这个机会跟宋家以及宋如玉更深的捆绑起来。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己这一脉的吴家人里明确要求，任何娶了宋家之女的吴家儿郎都必须对妻子相敬如宾，而且不得纳妾。原本吴家男性一直都是可以纳妾的，娶了一房不满意，在成婚3年之后，
还可以从其他旁系家族内再娶一房妾室，最多一妻一妾。如果在右军都督府内身居要职，那就还可以再多娶一房，最多一妻两妾。而吴书同这个大都督则可以多娶3房，也就是1妻3妾。之所以要限制纳妾的数量，主要也是因为吴家子嗣太多，即便有这么多旁系家族，也供应不上所有人肆意娶妻纳妾。旁系家族本就没什么地位，被娶走的媳妇就更没什么地位可言，丈夫要多娶，他们也不敢多说一句。现在宋家出了宋如玉这个金凤凰，吴书同也不再用以前轻视的眼光看待，而是真真切切的想要与宋家深度捆绑，给宋家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资源，给宋家的媳妇更多的尊重。如此一来，两家便从主仆关系逐渐向真正意义上的亲家发展，这对情感的培养自然大有裨益。心情好了不少的吴书同不禁感慨道，能出一个如玉这样的天才，右军都督府与有容焉。人一旦悟了道，生命周期便以100年为单位，如玉将来的成就若是能比肩3大长老，甚至超过他们，那对我们这一脉来说便是天大的好事。别看英主他老人是我吴家的老祖宗，但吴家子嗣太多，英主不会额外眷顾我们，但如玉不一样，他将来若是成了大才，我们是能得到直接好处的。曾经的4大伯爵都可以定期从吴飞燕手里得到丹药，那些丹药对他们来说能提升修为或者灵气，对没有悟道的人来说能益寿延年，与叶晨的回春丹有异曲同工之妙。宋如玉将来也肯定会有相同甚至更好的待遇。吴飞燕会对吴家担任要职的子嗣给予一定的照顾，但那种照顾是一碗水端平的。如果其他4个大都督能得到确保活120岁的丹药，他吴书同就别想能活到130。可如果宋如玉愿意，只需要私下里分给吴书同些许丹药，他便有机会活到150岁甚至更大岁数。一旁的袁承则自然也知道吴书同心中所想，连忙说道，宋千世对大都督恭敬有加，想来也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大都督又对他家人高看一眼，对他来说更是天大的人情。将来若是宋千世得了道，必定不会忘记大都督的恩情。吴书同大笑道，哈哈哈，那可就再好不过了。说罢，他自言自语道，我要给如玉打个电话，好好关心一下这位福将，待他完成大换血的任务之后，就以他督军有功为名，放他1个月的假，让他回宋家陪陪家人。此时此刻，摩洛哥杜克矿业，来自利伯海尔的重型采矿机械正在开足马力疯狂运转，载重300多吨的重型矿用卡车正在杜克矿业多个的磷酸盐矿区风驰电掣般往返，在白色的大地上掀起一阵阵白色风暴。叶晨看着这些差不多3层楼高的卡车，不禁有些眼红。这东西要是运到叙利亚，帮万隆店构建基地和永备工事，肯定事半功倍。要是给哈米德整上几台，他能在基地内啃下几座山头。他也知道这些矿卡2天之后就要付之一炬，但是肯定带不走的，眼馋就只能重新买一批运到中东去。一旁的宋如玉此时一脸的生无可恋，他虽然不敢从叶晨身边逃走，但也确实10000个不想被叶晨裹挟。先不说自己被他带走之后会不会被破青会认定为叛逃，就算破青会认为自己是被掳走或者被杀了，自己那些族人将来也就失去了最大的依靠，想改变命运恐怕难如登天。就在他心如死灰的时候，兜里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他连忙看向叶晨，正要说话，叶晨却先开口，是电话吗？宋如玉点点头，恭敬地说道，应该是。叶晨道，拿出来看看是谁打的，我让你接你再接。是。宋如玉恭敬地应了一声，随后将特制的手机掏了出来，见上面写着大都督3个字，便利。客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是大都督吴书同打来的。叶晨道，开免提接吧，他要问起来就说一切正常。我要告诫你，如果你耍花样，可能会害死1万多死士、骁骑卫以及他们的家属，那样的话
我会杀了你，然后杀了你所有族人，为他们偿命。宋如玉表情一凛，连忙道：叶先生放心，在下知道如何回答。好，叶晨点头道：接吧。宋玉茹立刻按下接听键，同时打开手机免提，对着电话说道：大都督，您找属下有何吩咐？吴书同笑呵呵地说道：宋千世，我打电话来就是问一问你那里大换血准备的怎么样了？宋如玉道：一切都准备好了，2日之后便能准时开始首批大换血，请大都督放心。吴书同笑道：宋千世办事，我自然是1万个放心的。我打电话来，是想跟宋千世你说一声，此番大换血顺利完成之后，你便回都督府向同知大人复命。复命之后，便可领1个月的假期，到时便可回去看看家人。你来都督府2年了，还不曾回去过吧？